轮回就是赌场，你赢了也好，输了也好，你是不是可以随时离开？所以说你现在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一个概率游戏，你会投胎到一个健全的身体还是不健全的身体，一个好的人生剧本还是不好的人生剧本，觉者佛都是看得见的，都是知道的。但是是因为你心灵自己做的选择，自己要来玩这个剧本，所以他拿你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在旁边劝告你，就是哎呀，就是孩子别玩了，还没玩够吗？都已经第1000次、第10000次了，你还不出来吗？包括有一些经书讲，他就是佛，就像那个哄小孩一样，他会说啊，我这块有好吃的，有黄金白银，有什么的富贵，然后你来我这儿吧，我这也能给你。真正的与神合一，就是像克拉克讲的那样，就是也是奇迹课程讲的，就是它是彻底的满足，你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再想要一点别的呀，或者说欲望啊这些，你已经完全的100%的满足。所以你想想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佛，之所以成为佛，或者说菩萨成为菩萨，你想想是为什么呀？都是从我们这种人这种阶段一点点升上去的吧。就像说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外星人吧，开着飞船来地球上了，你觉得他们的科技水平和我们相比谁高啊？所以相同的道理用到灵性上，就是说这些佛菩萨呀，或者说高龄上师啊，他们一定是存在于更舒服的这种生命存在状态，所以他们才会回来跟我们去讲如何提升到那个层次当中去，就是怎么样把这些好东西转化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应用。就像江湖姐那样，她其实想自己得到一种开悟、开示、觉悟。她总看那些高人那么厉害，然后这个境界那个境界，她其实也想达到他们的那种感受。我也想达到，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耐心，给他一个过程，不是我们今天学习了，明天就开悟了。我们是在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在上升当中，能做到说10年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觉得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对吧？更何况像网友就是想象中那样，我看几个视频我就提升了。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呀？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些很无法自拔呀，或者说很无奈的这种境地当中。那么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欲望啊，或者说本质啊，实际上欲望就是以知见、以话语的形式在和我们在交流的，思想一定是在行为之前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真正改变了，并不是他的外表或者说行为，而是他的思想变了，他的心变了。所以最后能开悟的只有你的心而已，你的身体是哪儿都带不去的，是开悟不了的。腐烂也好啊，火化也好啊，按照它物质的应有的那个方式回归到它的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去。但是心灵这个东西，它和身体它和物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它是一种代码，而程序的生存条件它是另一种原理，而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它的存在条件也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本质。实际这个本质我们之前也讲过，现在也都不用卖关子了，都是实际就是神，就是上主，就是上帝，就是它的一个延伸。一体的本质指的就是我们的根源，都是这个神或者说上帝的这个根源而已。就连宇宙都是它的造化，一个幻想而已。你就想想它这个本质是有多么的一个，就是你是无法形容的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是从生命的原始状态经过一系列的原因吧，相当于就是说堕落到了这个层次，目前的这个有苦难的、有对立的这样一个2元的层次。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帮助或者说方法，我们再回到那个圆满的境界当中去。你觉得一个修行境界很高的人，他会去吸毒吗？即使在他人生最绝望的时候，赌博呀、大麻呀、毒品呐，对吧？毒品也分很多等，对吧？天然的呀，然后新型的呀、做的呀之类的，就是人们在追求满足和快感啊这种路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夸张。这个 LV 的包、爱马仕的包，对吧？我们的这个几十万的表，这是大人的玩具，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切东西它都在让我们无法自拔。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就分享昨天的那个看到的那一段，就是为什么他敢说放弃掉所有的欲望，它指的是你真正做到的那一刻，你就会体验到全世界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这充满你心中的快乐。我刚才给我们这期起的名字就叫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可能比较想聊这个东西因为欲望这个东西真的挺本质的吧。其实无论是佛学总去怎么去讲欲望，对吧？包括
你刚才讲这些深陷这种痛苦无法自拔的人，其实很多都是被欲望这个东西给摧残了吧。我可不可以说了算呢？我可不可以拥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权？但是人们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我们会认为我内在的欲望的那些声音，那些和我自己这个本身这个存在，这个精神存在是一个东西。我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背叛我自己？为什么要反对我自己？为什么要质疑我自己？我想戴那个30万的那个表，这本身为什么要有错呢？对不对？因为别人都戴啊，而且我也喜欢呢，我也享受它带给我的那种感受，别人都崇拜我也好啊，或者都会对吧？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啊，你真牛，对吧？你这个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之类的，这种大家带来的正向反馈，对吧？这个东西看似是非常合理的，也就是说，当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产生某一种欲望的时候，不想去抵抗它、抵制它，不想去拆穿它，因为你觉得那就是你。我觉得稍微好一些状态的人是能分得开一些，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电影里演的，最后那一刻，那个人他人性的光辉这个时候比较强大。他说：“快走，快跑，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因为这一刻的我压制住了他本能的那些作为人类的那些欲望，比如说就是争强好胜啊，就是趋利避害啊这些东西。这就是心灵的选择，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都在自己的手里。就是会有很多人觉得灵修是干嘛的呀，或者怎么样，修行是什么？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今天修行了，明天我这银行账户就能多个零，对吧？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你在短期看到的利益，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没有那么抓人。但是总有一些人，他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引导他，在指引他，让他不去忽略这些东西，让他天然的会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到，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这个其实就是心灵的真实力量。如果你掌握了心灵真实的力量，你的人生剧本会被欲望的掌控的程度更低。很多人会觉得我体验不到，包括江湖姐她也说，我还是没有体验到啊，大家说的那些高境界，高状态，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这个东西，她依然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信的。其实这个就是她心灵的力量在主导她。物质世界其实特别强调结果，但是其实那个是很表面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实捷径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欲望，就是人性的这个弱点，就是总想走捷径。总想比别人付出的少得到的多，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现象，你都会发现是有这些，比如说趋利避害呀，比如说什么损失放大呀，这些所有的东西，我承认它是有的。但是我探讨的就是，当你看到了自己所有身上的这些缺陷、这些弱点的时候，我认为一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化解掉它。就是我们本身从那种动物的那种低灵性的状态，就是一种对吧，很弱肉强食的那种状态，到现在已经有这么强大的爱的力量了，我们已经懂得一些基础的什么是慈悲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了，什么是对吧那些内心的那种很好的感受，或者说艺术欣赏啊等等等吧，这些很跟动物可能不在一个级别上的这种感受力、感知力、爱的能力，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像佛教讲它这些高等级的天，比如说什么无色界呀这些，都是没有欲望的。欲界天是比较低层次的天界，高等级的天是没有欲望的。那天我还在听佛教讲的，他就是说最高的那个层次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那个淫欲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已经不需要身体接触了，就彼此看一眼就满足了，就是你是完全的听着你那个欲望的声音在走，还是说你是有一些迟疑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去放大那些迟疑？不见得我们直接要去体会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走在这个路上，一点点的去收获嘛，或者说去提升。因为人生真的是，不是说我们个人经历过一些事情就会认为它是非常的苦，其实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避免的苦。也就是说，实体生命或者说肉体生命这种形式本身它就是有缺陷性的。但是你就想，你有幸运的时候，你就一定有倒霉的时候，这个是一定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被这些无法掌控的这些概率，这个游戏规则
包括你自身很强烈的这种欲望，就像是一个我们的生命状态就会像是一个什么，就像一个风中的一个乱舞的一个塑料袋一样，你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生命的这种自由。只不过今天刮东风就往东边，对吧？今天是之类的，就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受到外界的这种操控或者说欺骗吧，因为它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去以为自己在做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为他创造的那个概念在买单。就你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选择这个东西，你只是在整个社会的这种舆论环境或者共识的这种价值观下，你做出了一个屈从的选择。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郁闷痛苦焦躁焦虑就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在对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压抑感，有一种被操控感，所以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肉体本身的这个缺陷，这个机制的这种不完美，双重的痛苦，一个是观念上的、精神方面的一些思想上的痛苦在压制着我们，然后身体上的这些也在压制着我们。所以很多人承受不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抽烟喝酒对吧，吸毒他想逃避麻痹或者说解放一下、释放一下自己，不想再那么痛苦了。如果你本身的状态非常好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太容易影响到你的选择。我再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彩票站里的这些特别想中彩票的人，你觉得他们是精神特别富有的人吗？或者说满足感很强的人吗？每天都想着中彩票。你说什么？我说这个满足感还可以来源于有什么比较健康的源头？你想去改善它吗？你的意思是解决方案吗？是？我是说那个满足感，像之前嘛，那个有人他就是吸毒或者是啥做了那些上瘾的事情，他从那里面带来了那个满足感，但是他的这个娱乐，就是他所用的这个媒介嘛，有的时候他是对身体或者对精神有害的。那有什么样的那种就是满足感是对身体无害的，就是同时精神上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一个长久的没有副作用的提升一个人的满足感的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东西。我觉得学习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吧，就是我们去学习灵性也学习真相学习真理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空的，它不是无用的，它是能提升一个人满足感的，它是能够改变你的整个核心需求的，它不是针对物质层面的，它不是针对肉体的。我引用之前我说过的，就是高贝索普里面上师说的话，他说你学习灵性或者说你宽恕，你只是你的生活不会改变，你的人生还是那样，只是脸上常挂微笑了。但是这还不够吗？已经脸上常挂微笑了，一个人已经变得开朗了、幸福了、快乐了，这个还不够吗？你所谓的成功的意义，其实本质就是要让你快乐。是啊，就我特别喜欢那个美国的歌手碧昂斯，他在纪录片中他也说了，他说我的人生的愿望或者说目标就是 to be happy 实际上我们就是还是我们的灵魂本质上，这个也是太上天书讲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实际是不满足的。克拉克也讲到了，因为我们这种本能性的本质性的不满足本质性的心灵的不满足，导致我们会把自己强迫自己推向下一个就是心灵或者说灵魂的存在境界。这个是我们的本体本质心灵它的一个意愿，无法被忽视或者说无法被泯灭掉的一个东西吧。所以全球的整个灵性的宣传发展然后包括灵性的资料也是无法被对吧忽视掉的。几百年之后等到这个奇迹课程它成为主流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对于精神对于这些东西更是司空见惯了，无论是说科技文明工业文明的阶段，还是心灵灵性方面的阶段，包括你就像说海奥华寓言里面那些外星人对吧，他们看待我们这个文明那就像是博士生看小学1年级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也直接讲了，你们现在就是对于灵性的这种认知也好，或者说注意力关注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像他们那种文明已经几乎到了物质的一个尽头了吧，物质文明可能最高也就是这样了。最后会发现其实物质这个游戏它是有极限的，你最终的目的是它像一个道具一样，它最终推的是一个灵性的东西。
就是心灵层次、心灵境界的东西。就像那天我看那个网友留言，他说玄学嘛，就是无法被证实的。然后，当你有一天你知道了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不是空谈，它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所谓的信仰吧，其实一定是你现阶段无法去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你觉得它有道理，所以你就去把你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你最终在这种信仰的这种力量下，你走到了那个目的地，那么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就是所谓的信仰的力量，相信的力量。据说无法被证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有故意的这样一个设置，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遗忘的帷幕这样一个机制。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一种直觉的，就是我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生命形式，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人而已，肯定是有一个更宏大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背景，是我现在不知道的，看不见的。但是如果说生命就是完全是物质的，然后人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我是能接受，我觉得反而挺好的，就是没有轮回的这个痛苦了就。但如果说是轮回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待解决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能让它去无尽的这样去轮回下去，去重复下去，对吧？因为所有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恐惧痛苦我觉得说实在点，没有人想经历第2遍吧，第3遍吧。所以说佛说轮回是苦，我觉得这个话就是非常的刺痛我吧，就是4个字嘛，轮回是苦。他会觉得你在这个肉体轮回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痛苦的、苦难的，所以他给出的这些所有的经书、经文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有一个路，一个方向明确的一个路径，离开这个轮回的系统吧。之前易中天也讲那个禅宗嘛，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想让所有人听懂，那是不可能的，只是给需要的人准备的而已。那我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呢？你现在就在知道当中你现在就在做选择。打那个比方嘛，就是轮回就像是彩票站或者是赌场，没有人拿绳子拴住你的脚，把你绑在这里，是你自愿留在这里的，去玩这个游戏的。这点能理解吗？就是我自己选择投胎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的，太上天书他在讲，就大家都以为自己懂了，大家都以为自己学会了，然后都觉得自己开悟也好，或者说就是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懂金刚经我都看100遍了，我倒背如流，我都懂。实际我们不懂，我们没有真正的理解它其中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活出来，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知行合一，你没有真正的去认知它和理解它，相信它，所以你就不会在实践当中去把它活出来。太上天书讲的一个理论说的是，当你没有把很多精力再放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实际上对你就只是在空谈而已。刚刚上一期聊到哪儿来了？就是聊到我们通过这些社会的现象这些人很难从这种吸毒的困境当中，对吧，难以自拔，或者说得到解脱解救。那我就是说想探讨的一个点就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它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就首先我们得承认这个东西它让人痛苦，对吧？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普遍的去影响到众多的人，伤害到的就是说从古到今吧，可能一直都有这个东西，人们难以自拔，人性难以去在他面前就是说很自由吧，就是被他控制住。其实我觉得所有成瘾性东西都是一样的，就只不过程度不一样，就是小到一个是吧，可能一个烟一个酒，甚至是一个
某一个就是对吧，女性的一个包、一个奢侈品、一个珠宝，就是我们这种所有的欲望，无论大还是小，其实它一直在操控着我们。当然它会回馈给我们正向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买一个包，你会有很高的一种满足感、愉悦感。吃一个呀，或者喝一个某一种美食啊、美酒，你会觉得啊，就是很快乐，对吧？通过这种口腔的这些口感的味道，然后那这些不是可能相对还比较自然、比较正常一些，然后再极致一些，可能就是那些对吧？赌博呀，哎呀，大麻呀，毒品呐，对吧？毒品也分很多等，对吧？天然的呀，然后新型的呀，还有什么浓缩的呀之类的，就是人们在追求满足和快感啊这种路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夸张，对吧？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纸飞机就满足了，我现在也会经常折纸飞机啊，我依然会有满足感，就是但是可能在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小孩子的玩具而已。那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这个 LV 的包、爱马仕的包，对吧？我们的这个几十万的表，这是大人的玩具，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切东西它都在让我们无法自拔。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一段话，就是分享昨天的那个看到的那一段，就是为什么他敢说，他挺有胆量的哈，他敢说，当你放下所有的，放弃掉啊，他用的是放弃掉所有的欲望和希望的时候，你能那个时候的你，它是指的是你真正做到的那一刻，那个状态，你就会体验到尘世间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这充满你心中的快乐啊！这肯定是一个修行人讲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根本上就是满不满足的问题。我刚才给我们这期起的名字就叫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可能比较想聊这个东西啊，因为欲望这个东西真的挺本质的吧。其实无论是佛学总去怎么去讲欲望，对吧，包括你刚才讲这些深陷这种痛苦无法自拔的人，其实很多都是被欲望这个东西给摧残了吧。就当他是主人的时候，你是他的仆人，但如果有一天你醒悟过来，你会突然发现，哎，不对呀，凭什么每次都是你发号施令，我在你旁边附和呢？而且很多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的情况下，我为什么总要去做这种很被动的角色？我可不可以说了算呢？我可不可以拥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权呢？但是人们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我们会认为我内在的欲望的那些声音、那些东西和我自己这个本身这个存在，这个精神存在是一个东西。我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背叛我自己？为什么要反对我自己？为什么要质疑我自己？我想戴那个30万的那个表，这本身为什么要有错呢？对不对？因为别人都戴啊，而且我也喜欢呢，我也享受他带给我的那种感受，别人都崇拜我也好啊，或者都会对吧？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啊，你真牛，对吧？你这个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之类的，这种大家带来的正向反馈，对吧？这个东西看似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那次跟那个胡桃探讨，其实就大约聊到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会全盘接受自己给自己的洗脑。也就是说，当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产生某一种欲望的时候，你不想去分析它，或者说你不想去抵抗它、抵制它，不想去拆穿它，因为你觉得那就是你没有权限去跟它分开。我觉得稍微好一些状态的人是能分得开一些，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电影里演的最后那一刻，那个人他人性的光辉这个时候比较强大。他说
快走快跑，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因为这一刻的我压制住了他本能的那些作为人类的那些欲望，比如说就是争强好胜啊，就是趋利避害啊，这些东西他可能只能坚持一会儿，睡一觉他第二天就后悔了。所以你能感觉到人其实内心是有两个声音，或者你承认人其实内在有两个相反的力量。对，我承认。但是有的时候最后做决策的可能是我们的直觉，而并不是理性的思维以及算计。这就看你在什么程度上。就比如说现在你也人生经历了很多，你现在非常痛苦，你非常绝望，那摆在你面前有好几条路，一条是借酒消愁，你也开始去学着抽烟喝酒，然后去怎么样，对吧？毒品之类的，你也开始去麻痹自己，想走捷径。像你说的，我直接我就可以体验到那些我不去搞这些人生的这些东西，这也是一个选择。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去选择？就是因为你内心是不是还有另一股力量在提醒着你不要那么去做？那你说哪一部分才是真实的你？或者说你宁愿你是哪一部分？这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宁愿你是什么？是那个被嫉妒啊、仇恨冲昏了头脑，挡住了双眼，然后让你去一顿报复室友的那个人吗？就是毁掉自己那个人吗？还是你宁愿自己是那个面对所有的这些人世间的争斗也好，痛苦也好，你就是以一个平和的心态，你微微一笑，你不去放大这个本身痛苦本身，你选择一个乐观的一个路，你选择去包容，去化解，你选择去看积极的一面，而不是看最消极的那一面。你宁愿去记得别人对你的好，而不去放大别人对你的不好。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对抗着，只不过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幸运，在拿起刀的那一刻，他的理智战胜了他的这个愤怒，对吧？那用灵性来讲，就是他的圣灵的声音盖过了他小我的这个仇恨的声音，那他放下了这个刀，他没有选择走那条路。所以这就是心灵的选择，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都在自己的手里。我说了，除了那些被迫的，有人给他投毒啊，或者设置一个局啊，去骗他去吸毒之类，就是所有的这种自主去选择的人，我觉得都不是没得选，而只是选择了一个相对更轻松的一个路吧，就是可能在眼下他觉得这样是最快去缓解他的不满足和痛苦的一个方法。所以灵修的这条路，它其实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会有很多人觉得灵修是干嘛的呀，或者怎么样，修行是什么？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今天修行了，明天我这银行账户就能多个零，对吧？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你在短期看到的利益，其实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没有那么抓人。但是总有一些人，他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引导他，在指引他，让他不去忽略这些东西。
让他天然的会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到，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这个其实就是心灵的真实力量。对，所以心灵的真实力量非常的重要。是，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掌握了心灵真实的力量，你的人生剧本会朝着更好的那个剧本去走。你会在欲望的这个陷阱当中掉入的坑会掉得更少，你会被欲望的掌控的程度更低。如果说最终能达到像书中说的那样，你完全的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和希望的时候，那你就直接体会到你的本质的这个力量了，这个圆满了。很多人会觉得我体验不到，包括江湖姐她也说，我还是没有体验到啊，大家说的那些高境界高状态，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个东西，他依然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信的是有可能的。其实这个就是他心灵的力量在主导他。物质世界其实特别强调结果，但是其实那个是很表面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我们只看结果的话，我们就会走入捷径的这个陷阱。其实捷径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欲望，就为什么会有捷径这个东西呢？我就不明白。包括平时面对家长什么这些客户，我都能感觉到，就是人性的这个弱点，就是总想走捷径，总想比别人付出的少得到的多。然后我就觉得，这又凭什么呢？这不合逻辑啊！因为人他有一个损失厌恶嘛。如果是说就是你掉的2块钱所带来的痛苦，是要比捡到2块钱所带来的快乐要高很多。是，而且人他就假设进化论是对的，从以前在树上猴子的时候，就是你肯定是有一个趋利避害嘛，肯定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现象，你都会发现是有这些，比如说趋利避害呀，比如说什么损失放大呀，这些所有的东西，我承认它是有的。但是我探讨的就是，当你看到了自己所有身上的这些缺陷、这些弱点的时候，我认为一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化解掉它。而不是说直接就下一个结论，就是这才是真的我哦，我必须得有这些弱点、这些缺点，这才是真实的我。那你让我去化解掉它，那我很虚伪啊。我觉得那个不叫虚伪，在我看来是提升，是在你说是如果说是进化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就是我们本身从那种动物的那种低灵性的状态，就是一种对吧，很弱肉强食的那种状态，到现在已经有这么强大的爱的力量了，我们已经懂得一些基础的什么是慈悲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了，什么是对吧，那些内心的那种很好的感受，或者说艺术欣赏啊等等等吧，这些很跟动物可能不在一个级别上的这种感受力、感知力、爱的能力。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你不放弃掉你那些原本的那些动物性的本能的东西，就是趋利避害的东西、欲望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提升到下一个生命的层次的。所以我一直探讨的就是说，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或者你想做什么选择，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作为就是地球的万物之灵，作为人类已经是地球最高的了目前。那我们看动物啊、昆虫啊、爬行类啊，对吧，我们也不会觉得它不正常，是不是这样？也会觉得它就是这样啊。那对吧，你就像狗啊什么的，它就是来了那个感觉了，它发春了发情了，它就当街就要交配啊，这个就是它的本能啊，它没有这些美与丑的概念啊，等等等吧。你跟他说你应该得体一些，不要当街去做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
控制一下之类的，他根本听不懂，因为他不是这个层次的生命，他理解不了这些东西。你去跟他谈无条件的爱，他更理解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灵性的一个就是层级的问题吧。如果想提升的话，就得要扔掉一些东西。因为你比如说你像佛教讲它一些高等级的天，比如说什么无色界呀这些都是没有欲望的，对吧？欲界天是比较低层次的天界，高等级的天是没有欲望的。那天我还在听佛教讲的，他就是说最高的那个层次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人们那个淫欲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已经不需要身体接触了，就彼此看一眼就满足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稀薄了，就给人感觉，就他的欲望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但是他会被定义成最高或者说更高等级的一个生命存在。所以在那个高级的生命存在看我们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们怎么就像动物一样，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就必须得怎么样。他会觉得我们是很不开明的，就觉得我们很原始。就比如说你想去赌博，他们会觉得你想去赌博，这个欲望是你这个生命层次应有的欲望，这个没有错，每个人都有，对吧？每个人都想以小博大，都想拿10块钱换100万回来去碰运气。但是我们真的就没有另一种力量去告诫我们，就是你是完全的听着你那个欲望的声音在走，还是说你是有一些迟疑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去放大那些迟疑，去做出更理性符合逻辑的选择？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相关的学习训练，或者说深度思考？对，我觉得很多人更愿意去接受所得到的信息，就是大脑里面会默认所有的那些被转述的或者被得到的那些信息它就是真实的。因为不然如果是说每一个问题的话都去进行深度思考，那就是那样子也不太现实吧。这就看个人能力了呗。我觉得每个人能力有限，就是那佛陀他的深度思考肯定比我们每个人都要深，他看透了宇宙世界的本质嘛，所以他的已经深到什么程度，他把这个结果或者说通过一些引导的方式让我们去接受这个真相，我们目前都是做不到的。他已经讲的其实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我们或者说引导我们了，但是依然这个东西吧，其实传播的还是不是很到位，然后不是很深吧，就是可能更都是一些很表层的一些东西，当然也挺好的，你总比不传播强。所以其实我一直在跟你们就是或者跟你探讨的，我们在节目里探讨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把这些好东西转化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应用。就像江湖姐那样，他其实想自己得到一种开悟、开示、觉悟，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吧。他总看那些高人那么厉害，然后这个境界那个境界，他其实也想达到他们的那种感受，我也想达到。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耐心，给他一个过程，不是我们今天学习了明天就开悟了，或者说今年学习了明年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是在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在上升当中，能做到说10年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觉得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对吧？更何况像网友就想象中那样，我看几个视频我就提升了，那你这个我觉得很难，就是只能作为一个引导吧，或者说有一个场合大家去讨论和去找共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学习当中都是比较孤独的，有的时候需要去接听别人的声音看看有没有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呀？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些很无法自拔呀，或者说很无奈的这种境地当中。你觉得一个修行境界很高的人，他会去吸毒吗？即使在他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人的大脑它会被外界接受的信息所进行一定程度的那个欺骗。是的，你用这个欺骗其实非常的准确，其实就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词。
其实什么诱惑呀、什么引导啊、什么洗脑，这都是说的很好听，实际本质上就是骗，他就是在骗你。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么比较就是程度比较深的词儿，因为你会觉得啊，你跟我说这些东西都在骗我，我真的接受不了。但是真的，他其实本质上就是在骗我们每个人。他不骗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让我们上钩的，就跟我们去钓鱼真的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是用了一个诱饵去欺骗这个鱼，实际我们不是为了让它吃这个东西，我们是为了把它钓上来，为自己所用。但是因为鱼它没有那么大的，对吧？智慧也好，大脑容量也好，它是无法分析这么复杂的事情的，它的世界里都没有欺骗这个概念，所以它就会一次一次的上钩。那可能有一些聪明点的会有学习啊之类的，就是不容易上当受骗，对吧？但是可能如果骗局做得足够逼真的话，它依然还会去咬那个钩，即使它已经是一个活了可能10年的一条大鱼。那小鱼更不用说了，对吧？初出茅庐3、5个月的小鱼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是什么，见着钩它就咬，它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所以说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但这句话不需要每个人去接受，因为你没有达到接受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无法接受的，但不代表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那些觉悟的人，已经离开地球的人来讲，这句话对他们是成立的；对于没有达到那个阶段的人，这句话对他们是困难的。就像我之前讲，真相很难让人接受，就是这个道理。不要去想着我去直接接受真相，如果你能的话，我觉得更好；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这个也是正常，因为没有人达到那个相匹配的那个频率。你直接蹦上去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但不代表说我们就放弃掉整个学习的可能性，整个学习的方向了。我觉得，因为内心都有引导你的这种力量，有声音会让你去，佛经听不懂，但是我总想还想再听一听，再研究研究，对不对？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不见得我们直接要去体会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走在这个路上，一点点的去收获吧，或者是去提升。因为人生真的是非常的苦，而不是说我们个人经历过一些事情就会认为它是非常苦，其实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避免的苦。也就是说，实体生命或者说肉体生命这种形式本身它就是有缺陷性的。我可以简单的论述一下，就比如说一个肉体生命，它最基础的一个障碍就是它是不抗打击的，它受到任何的巨大的来自外界的力量啊、温度啊，或者化学物品腐蚀性啊，或者有毒的物质，它都会受到伤害。而这个伤害你是无法忽视的，或者说无法去，对吧？不承认的。你说我失去了个胳膊，失去个腿，少了一个眼睛，我没有感觉，我觉得不可能。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肉体生命，是一个人，你怎么会不在意这些东西？你不可能不在意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在意这些东西，而它又有一定的几率会在某些情况下会缺失啊，或者受损失的情况下，那这个就证明这个游戏它是注定会输的呀。或者说你注定要承受一些痛苦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你是世界排名第一也没有用，更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而已，都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众生人，我们要经历所有的这些疾病啊、一些意外啊、一些对吧，一系列的这些人生剧本。所以说你要是说它不痛苦的话，我觉得就是那可能真的不公平这么去说，它或多或少都会是痛苦的。只不过我们可能就是说想去忽视掉它不好的那一面，因为这样去看的话，可能会给人生的意义增添几分吧，就是会显得我们人生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的精彩就像说朋友圈那样，我们只发一些值得炫耀的东西，对吧？你出门掉坑里踩到狗屎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去对吧？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你就想，你有幸运的时候，你就一定有倒霉的时候，这个是一定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被这些无法掌控的这些概率，这个游戏规则，包括你自身很强烈的这种欲望，就像是一个我们的生命状态就会像是一个什么？就像一个风中的一个乱舞的一个塑料袋一样，你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生命的这种自由。只不过今天刮东风就往东边，对吧？今天是之类的，就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受到外界的这种操控，或者说欺骗吧。因为它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去以为自己在做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为他创造的那个概念在买单而已。就你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选择这个东西，你只是在整个社会的这种舆论环境啊或者共识的这种价值观下，你做出了一个屈从的选择了。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郁闷啊、痛苦啊、焦躁啊、焦虑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在对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种压抑感，有一种被操控感，所以我们会觉得不满足。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肉体本身的这个缺陷，这个机制的这种不完美，双重的痛苦，一个是观念上的、精神方面的一些思想上的痛苦在压制着我们，然后身体上的这些也在压制着我们。所以很多人承受不了这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抽烟啊、喝酒啊，对吧？吸毒啊，还想逃避啊、麻痹啊，或者说解放一下、释放一下自己，不想再那么痛苦了。如果你本身的状态非常好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太容易影响到你的选择。我再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彩票站里的这些特别想中彩票的人，觉得他们是精神特别富有的人，或者说满足感很强的人，每天都想着中彩票。你说什么？我说这个满足感还可以来源于有什么比较健康的源头？你想去改善它吗？你的意思是解决方案吗？是？我是说那个满足感，像之前嘛，那个有人他就是吸毒啊，或者是啥做那些上瘾的事情，他从那里面带来了那个满足感，但是他的这个娱乐，就是他所用的这个媒介嘛，有的时候他是对身体或者对精神有害的。那有什么样的那种就是满足感是对身体无害的？就是
同时精神上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一个长久的没有副作用的提升一个人的满足感的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东西。我觉得学习很多年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吧，就是我们去学习灵性啊，也学习真相啊，学习真理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空的，它不是无用的，它是能提升一个人满足感的，它是能够改变你的整个核心需求的。它改变的不是外表，你不会单眼皮变双眼皮，外表更帅了，更瘦了，更年轻了，这些东西都不会。它不是针对物质层面的，它不是针对肉体的。我引用之前我说过的，就是高贝娑婆里面上师说的话，他说你学习灵性，或者说你宽恕，你只是你的生活不会改变，你的人生还是那样，只是脸上常挂微笑。但是这还不够吗？这还不够吗？已经脸上常挂微笑了，一个人已经变得开朗了、幸福了、快乐了，这个还不够吗？你所谓的成功的意义，其实本质就是要让你快乐。是啊，就我特别喜欢那个美国的歌手碧昂斯，他在纪录片中他也说了，他说我的人生的愿望或者说目标就是 to be happy 啊，就是快乐呀。我不快乐的话，我当什么世界巨星啊？我出什么唱片？我这赚什么钱呢？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对呀。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包括我之前听那个学佛的那个法师他讲，他说那其实本质上我们就是在追求快乐呀，我们就是想变得更快乐呀。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玄的，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就是这么朴实，这么简单。我们想要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快乐，或者说更多的幸福，其实就是走向灵性，走向真相吧，或者说走向宁静吧。这些你怎么去起名都是可以的。你说走向宗教，我觉得也没有问题。走向上主可能更接近真相一些啊，但是可能很多人是不相信的，那这个也是无所谓的。你把上主替换成真相也可以，精神也可以，或者叫灵性也可以。其实我们就是不管走向什么吧，能让你感受变好，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对，其实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对呀，不然我们来这儿干嘛呀？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走一遭啊？这么遭罪，每天对吧？洗脸刷牙，走这个人生剧本。实际上我们还是我们的灵魂本质上，这个也是太上天书讲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实际是不满足的。克拉克也讲到了，因为我们这种本能性的本质性的不满足啊，本质性的心灵的不满足，导致我们会把自己强迫自己推向下一个就是心灵或者说灵魂的存在境界。这个是我们的本体本质心灵它的一个意愿，一个愿望。所以说它是一个无法被忽视，或者说无法被泯灭掉的一个东西吧。所以全球的整个灵性的宣传啊、发展啊，然后包括灵性的资料啊，也是无法被忽视掉的。包括可能几百年之后，等到这个奇迹课程它成为主流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对于精神，对于这些东西更是司空见惯了。未来的人看现在的人一定会看得更清楚的。他们知道我们处于哪一个阶段，无论是说科技文明、工业文明的阶段，还是心灵、灵性方面的阶段。包括你就像说海奥华预言里面那些外星人，对吧？
他们看待我们这个文明，那就像是博士生看小学1年级是一样的。他们会知道我们的障碍在哪里，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发展也好啊，或者选择哪一个方向。其实他们也直接讲了，你们现在就是对于灵性的这种认知也好，或者说注意力关注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像他们那种文明已经几乎到了物质的一个尽头了吧，物质文明可能最高也就是这样，最后会发现其实物质这个游戏它是有极限的，你最终的目的是它像一个道具一样，它最终推的是一个灵性的东西，就是心灵层次、心灵境界的东西。只不过我们现在在这种物质的这种初始阶段吧，我们很难去理解精神世界呀、灵性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会觉得太空了、太虚了。这个没毛病，因为这没有毛病，因为我们没见识过呀。我们现在凭借的都是这些前人的一些资料、一些讯息，在顺着这个对吧？这个梯子往上爬而已。就像那天我看那个网友留言，他说玄学嘛，就是无法被证实的。然后，当你有一天你知道了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它不是空谈，它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所谓的信仰吧，其实一定是你现阶段无法去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你觉得它有道理，你觉得它有价值，所以你就去把你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你最终在这种信仰的这种力量下，你往前走，你走到了那个目的地，那么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就是所谓的信仰的力量，相信的力量，因为它是无法被证实的嘛。据说无法被证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有故意的这样一个设置，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遗忘的帷幕这样一个机制。当然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个阶段了，就是一个很无知的一个阶段，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就是每天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节目当中，一个文明当中。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一种直觉的，就是我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生命形式，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人而已，肯定是有一个更宏大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背景，是我现在不知道的、看不见的、未知的，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当然如果说生命就是完全是物质的，然后人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我是能接受，我觉得反而挺好的，就是没有轮回的这个痛苦了就。但如果说是轮回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待解决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能让它去无尽的这样去轮回下去，去重复下去，对吧？因为所有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恐惧痛苦我觉得说实在点，没有人想经历第2遍吧，第3遍吧。所以说佛说轮回是苦，我觉得这个话就是非常的刺痛我吧，就是4个字嘛，轮回是苦。他会觉得你在这个肉体轮回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痛苦的、苦难的，所以他给出的这些所有的经书、经文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有一个路，一个方向明确的一个路径，离开这个轮回的系统吧。所以这个东西是给需要的人准备的，它不适用于
所有的人。之前易中天也讲那个禅宗嘛，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想让所有人听懂，或者说接受和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只是给需要的人准备的而已。那我什么时候知道我是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呢？你现在就知道啊，你现在就在知道当中啊，你现在就在做选择。我还是打那个比方嘛，就是轮回就像是彩票站或者是赌场，没有人拿绳子拴住你的脚，把你绑在这里，是你自愿留在这里的，去玩这个游戏的。这一点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自己选择投胎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的，就是轮回就是赌场，肉体生命就是赌场。那么你澳门赌场我们都知道对吧，它不是一个对吧强迫人在那里消费玩的地方，你赢了也好输了也好，你是不是可以随时离开？是不是可以随时离开？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离开呢？因为想再赌一把更大的，再去赢更多的钱。那为什么佛劝我们离开呢？因为这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能永远赢吗？什么叫概率游戏？就是只要你玩，你就不可能永远得到一个结果，对吧？哪怕只有1/1000、1/10000的这个输的几率，只要你玩的次数足够多，你就会输掉。这个概率就一定会显现它的结果，否则它就不是概率了，它就扯淡了，对吧？所以说，你现在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一个概率游戏。你会投胎到一个健全的身体还是不健全的身体，一个好的人生剧本还是不好的人生剧本，这个觉者佛都是看得见的，都是知道的。但是是因为你心灵自己做的选择，自己要来玩这个剧本，所以他拿你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在旁边劝告你，就是哎呀，就是孩子别玩了，还没玩够吗？对不对？都已经第1000次、第10000次了，你还不出来吗？包括有一些经书讲，他就是佛，就像那个哄小孩一样，他会说啊，我这块有好吃的，有黄金白银，有什么的富贵，然后你来我这儿吧，我这也能给你，就是讲，对吧？他是有一种方法来，就是说，吸引你吧，就之类的这种说法。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他为了让你出来看一看，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给你打一些比喻吧。或者说像哄小孩一样，就是说其实我这个极乐世界也有很多好吃的好看的，对吧？我这也有爱马仕，也有 LV， 你来吧，我这都免费。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去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得到那些东西，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永远沉溺在那些东西，他是让我们去超越那些东西。就像现在的你已经超越了3岁的你的那个玩具是一样的。这些觉者们，他们不停的在打这些比方，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装听不懂吧？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就即使是当时听懂了，然后明天可能就忘掉了。很多人会有一种就是，你说的都对，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听不进去，是这样的。所以太傻天书他在讲，就大家都以为自己懂了，大家都以为自己学会了，然后都觉得自己开悟也好，或者说就是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懂，金刚经我都看100遍了，我倒背如流，我都懂。实际我们不懂，我们没有真正的理解它其中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活出来，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知行合一，你没有真正的去认知它和理解它，相信它，所以你就不会在实践当中去把它活出来。太阳天书讲的一个理论说的是，当你没有把很多精力再放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实际上对你就只是在空谈而已，就是你说啊，一切皆空，对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如电。你说的时候特别溜，但实际你根本没往心里去。你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没有去实践它，没有去应用它。所以博学法师他们讲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就是如梦观嘛。他说，如果你一天当中能够有几个时刻去思考，或者说去实践，就像奇迹课程学员练习手册那样，你真的去实践，去复述，在心中复述那些话语，那些经文，去做那个如梦观，实际上就已经是开始对心灵的一种修正了。能这么实践的人，大家自己可以去想想有几个。所以这才叫真正的修行。好，我们不是说别的修行方法不是修行，我只是说这个才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修行，就是去改变观念。我们之前讲那个超越语言的那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不也是讲过吗？人类现在目前只能通过改变知见来去获得这个心灵的一个疗愈，或者说这个修正，因为我们是凭着知见在生存的，我们生存的根本就是我们的知见，或者说叫换个词儿就叫思想吧，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们的思维，如果思维不改变，思想不改变的话，也就是知见不改变的话，我们是永远或者说很难真正的向上走一步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欲望啊，或者说本质啊，实际上欲望就是以知见、以思考、以思维、以话语的形式在和我们在交流的。因为你总会有一种想法，而为了满足你这个想法或者说欲望，你才会有具体的行动。所以它这个课程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理念，就比如说就是思想一定是在行为之前的，知见一定是比行为更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人真正改变了，并不是他的外表或者说行为，而是他的思想变了，他的心变了。如果一个人的心真正的变化了，知见彻底变化了之后，那其实他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只是外表看上去还是原来那个人，但是他的本质实际上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能开悟的只有你的心而已，你的身体是哪儿都带不去的，是开悟不了的。身体最后只能就是对吧，腐烂也好啊，火化也好啊，对吧之类的，就是按照它物质的应有的那个方式回归到它的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去。但是心灵这个东西，它和身体，它和物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东西，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就像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一样，对，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只是能把软件放到所谓的硬件上去兼容去运作而已。但是你说软件和硬件它俩有什么本质上的关联吗？实际它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存在的本质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QQ 这个软件，微信这个软件，会因为你的手机进水了、摔坏了，它就没了吗？它就不存在了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就算全世界的手机都消失了，全世界的硬件都消失了，这个东西它也不会本质性的消失，因为它的形式可能你是搞软件的，你知道它实际上它是一种代码，它是程序，而程序的生存或者说它的这种生存条件，它是另一种原理。而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它的存在条件也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本质。实际这个本质我们之前也讲过，现在也都不用卖关子了，就是实际就是神，就是上主，就是上帝，就是它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这种能思维也好，能感知也好，你的所有的这些一切的根源，你的精神的非物质性的这种存在的本质，都是来源于神的一个造化吧，或者说神的一种显现而已。没有它的话，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个东西。所以所谓的这些议题啊，就是所谓的一体观啊，或者说一体的本质，指的就是我们的根源都是这个神或者说上帝的这个根源而已。因为整个宇宙或者说宇宙之上的话，除了它没有别的东西，就连宇宙都是它的造化一个幻想而已。你就想想它这个本质是有多么的一个，就是你是无法形容的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切的话，你就会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路程吧，或者说一个旅程的一个归途，就是你生命的归途你找到了。我们其实是从生命的原始状态经过一系列的原因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堕落到了这个层次，目前的这个有苦难的，有对立的这样一个二元的层次但是这个不要紧，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帮助或者说方法，我们再回到那个圆满的境界当中去。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没有痛苦，它实际上就是圆满，就是彻底的满足，就像克拉克讲的那样，因为他不是已经体会到与神合一了嘛，就是它是真正的完全的满足，它不是单纯的没有痛苦那么简单。没有痛苦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一个条件，对吧？没有痛苦，但是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快乐很幸福这个是不准确的这个描述。真正的与神合一就是像克拉克讲的那样，就是也是奇迹课程讲的，就是它是彻底的满足，你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再想要一点别的呀，或者说欲望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会有，你已经完全的100%的满足了，你没有空间或者说缝隙再去填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在那种彻底的满足的情况下，你会被你可能就称之为极乐呀，或者说对吧，涅槃呐，都可以。所以你想想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佛，之所以成为佛，或者说菩萨成为菩萨，你想想是为什么呀？宇宙当中有无数的佛，无数的菩萨，都是从我们这种人这种阶段一点点升上去的吧。你想想为什么那么多？就如果说是真的话，
咱们说的委婉一点，就是如果说是真的有那么多的所谓的高境界的佛菩萨的话，那你想想为什么会那么多？因为他们不傻呗，他们不是傻子呀，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对他们来讲是更好的，是更值得的，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那样的道路，然后最后成为那样的一种存在。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再回来低层次的生命境界生命存在方式，再去影响更多的众生让他们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吧，去超越目前的这种比较低水平的一个生命存在方式。就像说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外星人吧，开着飞船来地球上了，你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科技水平和我们相比，谁高啊？肯定是他们高，对不对？你说我们有必要去讨论说，哎，那不一定，他们不一定比我们高，他们只是那个飞船造的比我们好，他们可能互联网没有我们发达，5G 通讯没有我们快，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显而易见，他们是比我们更高，就是我指科技水平肯定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文明吧。所以相同的道理用到灵性上，就是说这些佛菩萨呀，或者说高灵上师啊，他们一定是存在于更好的、更可能说更舒服的这种生命存在状态，所以他们才会回来跟我们去讲如何提升到那个层次当中去。就是说白了，就是高的引领低的往上提升，这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低的想把他们拽下来，这个是不可能的。还有几秒钟。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